你敢信吗？宇宙里被传得神乎其神的太空吞噬者，居然可能比你的拳头还小。更离谱的是，有些超大质量黑洞的平均密度，居然比我们呼吸的空气还稀薄。甚至有恒星的质量比不少黑洞还要大。如果你觉得这完全颠覆认知，那真的不怪你，因为流行文化给我们灌输的黑洞形象几乎全是错的。我们总把它当成一个张着大嘴吞噬一切的恐怖物体，但真相是，黑洞根本不是物体，而是宇宙中一块特殊的空间区域。一旦搞懂这个核心区别，你对黑洞的所有刻板印象都会瞬间崩塌。今天咱们先把最常见的4个黑洞误区澄清。第一，黑洞必须特别巨大。错，超大黑洞只是凤毛麟角，绝大多数黑洞小得惊人，很多连月球直径的1/10都不到。第二，黑洞质量一定比恒星大，大错特错。有些恒星的质量反而超过部分黑洞，理论上甚至存在和人类体重相当的微型黑洞。第三，黑洞密度无限大。不对，黑洞确实极端致密，但超大质量黑洞的平均密度可能比空气还稀薄。第四，黑洞会吞噬周围一切。当然不是，它只吸引足够靠近的物体。很多恒星能安全绕着黑洞运行，要是把太阳换成同质量的黑洞，行星们会照样按原轨道转。接下来咱们就用最直白的方式彻底搞懂黑洞到底是什么。宇宙里的天体五花八门，发光的恒星，绕转的行星，细碎的小行星，密度惊人的中子星，冷却的白矮星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黑洞也能被称作一种天体，但更准确的描述是，它是宇宙中一块极其特殊的空间区域。说它特殊，是因为这里面的任何东西都逃不出去，哪怕是宇宙中速度最快的光。这个区域有个无形的边界，名叫事件世界。世界以内的所有范围，就是我们所说的黑洞。当我们在示意图里把黑洞画成一个深色球体时，球体的外表面就对应着事件世界，但它绝对不是一个物理表面。你凑近它，看不到墙，摸不到实体，它只是宇宙里从中心某一距离开始，一旦越过就再也无法逃脱的假想警戒线。要是你真穿过事件世界进入黑洞内部，大部分区域依然是空荡荡的太空，和外面看起来没什么两样。根据经典物理学，黑洞的全部质量都集中在中心的一个点上，这个点被称为起点，但起点本身并不是黑洞，事件世界和起点之间的这片逃不出去的太空，才是黑洞的核心定义。这就是为什么黑洞更像一个区域，而非实体物体。咱们拿地球举个例子，帮你彻底搞懂这个逻辑。平时我们站在地球表面，距离地心大约6370公里，这是地球的半径，也是我们能感受到地球引力最强的位置。有人可能会想，要是挖个洞往地心钻，是不是离中心越近，引力就越大？其实恰恰相反，当你往地球内部走时，脚下的岩层会把你往地心拉，而头顶的岩层会把你往外拽，越往深处，静引力反而越小。那怎么才能真正靠近地心，感受到更强的引力呢？答案是把地球压缩成更小的球体，质量不变，只缩小半径，这样不用挖洞，站在心的表面上，你就离地心更近了。半径越小，表面引力越强。如果地球半径减半到3100公里，地表重力会变成原来的4倍。半径缩到1/4的1550公里，重力就会增强16倍。要是把地球一直压缩到大约9毫米，差不多一个小弹珠的大小，它的引力会强到连光都逃不出去。这时9毫米半径的位置就会形成事件世界，地球也就变成了一个黑洞。这个9毫米就是地球的史瓦西半径。任何物体只要被压缩到小于自己的史瓦西半径，就会变成黑洞。太阳的史瓦西半径约3公里，要是把半径70万公里的太阳压缩到3公里，它也会成为黑洞。说白了，就是当巨大的质量被塞进足够小的空间时，宇宙就会给它画一个光都逃不出去的圈，圈里的一切就是黑洞。现在咱们聊一个更颠覆的概念，其实任何物体都能变成黑洞，
只要把它的全部质量压缩到小于自身的史瓦西半径就行。哪怕是一个80公斤的人，只要压缩到比原子还小的尺寸，也能成为一个微型黑洞。你肯定会问，地球这么大的岩石星球，怎么可能压缩到9毫米？固体物质不都占空间吗？咱们拿个小例子理解，一个边长1厘米的铁骰子，质量约78克，因为铁的密度是每立方厘米 7.8 克。你可能觉得铁硬的没法再压缩，但你知道吗？地球内核的1厘米铁立方体质量能达到13克左右，是地表铁骰子的2倍。这是因为地球上层的巨大重量把内核的铁原子压得更紧密了。原来我们以为密不透风的固体，原子之间其实还有空隙，在极端压力下，这些空隙会被压缩，密度就会暴涨。再看太阳，核心是氢和氦这种氢元素，但核心密度却能达到每立方厘米150克，是铁的20倍。这都是太阳自身的重力把核心物质压出来的结果。当重力把物质压缩到极致，就会形成白矮星。1立方厘米的白矮星物质质量能达到1000到51000公斤，比同样大小的铁块重上100万倍。但就算是白矮星的压缩程度，也远远不够形成黑洞，还得继续坍缩。黑洞起源于质量极大的恒星，它们的引力强到能把物质压缩到超越白矮星的阶段。那物质还能继续缩小吗？在白矮星里，原子的空隙已经被压到极限，要再缩小，只能让原子本身坍缩。咱们上学时学过，原子中心是原子核，电子绕着轨道转，原子的大小由电子轨道决定，但原子核却小得离谱。如果原子是一个足球场，原子核就是场中央的一颗小花生， 99.99% 的空间都是空的。当引力足够强时，电子会被直接压进原子核，和质子结合成中子，原子结构彻底消失，剩下的全是紧密排列的中子，这就是中子星。1立方厘米的中子星物质重量能达到1亿吨，一颗原本直径数万公里的恒星核心会坍缩到只有20公里宽。但就算是中子星，也还没到黑洞的地步，阻止它继续坍缩的是中子简并压力，这是中子之间的一种抵抗力，能扛住重力的挤压。只有当恒星质量足够大，引力强到冲破这种压力时，物质才会继续坍缩。当坍缩后的半径小于史瓦西半径，事件世界形成，光也逃不出去，黑洞就诞生了。不过有个关键问题，黑洞形成后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世界内的物质到底是什么状态。理论上它可能坍缩成一个起点，但这至今还是未解之谜。如果你能操控恒星的坍缩过程，你会想尝试把一颗小恒星压缩成黑洞吗？从外部看，黑洞就是一个被事件世界这个无形边界包裹的黑暗球体，任何光线越过这个边界都无法返回。那到底什么样的恒星才能坍缩成黑洞呢？地球质量太小，引力不够，太阳的引力也只能在燃料耗尽后形成白矮星。只有质量超过太阳10倍的恒星，燃料耗尽后才会坍缩成中子星。而要冲破中子茧并压力形成黑洞，恒星质量得超过太阳25倍才行。而且这些恒星在燃烧燃料时，核心产生的能量会抵消重力，不会坍缩。只有当核燃料耗尽，能量消失，重力才会彻底掌控局面，把核心压缩成黑洞。当大质量恒星坍缩成黑洞时，它的外层物质会在超新星爆炸中被抛射到宇宙中，只剩下坍缩的核心，也就是黑洞。这类由恒星坍缩形成的黑洞被称为恒星黑洞，它们的体积通常很小，比如一个质量是太阳25倍的黑洞，半径只有60到75公里，差不多是一个大型城市的宽度。这也是宇宙里最普遍的黑洞类型。天文学家估计，我们的银河系里至少有1亿个恒星黑洞。除了恒星黑洞，还有一类罕见的超大质量黑洞，它们的质量是太阳的数百万到数十亿倍，通常盘踞在大型星系的中心，有些的事件世界甚至比整个太阳系还大。至于超大质量黑洞是怎么形成的，目前还没有完全定论。一种主流观点是，先由多个恒星黑洞合并成中等质量黑洞，再不断合并吞噬周围物质，
最终形成超大质量黑洞。超大质量黑洞还有个特别有趣的特性，它们的平均密度可能出奇的低。之前我们说起点理论上密度无限大，但我们聊黑洞密度时，指的是事件世界包裹的整个区域的平均密度，总质量除以世界内的球体体积。黑洞的质量和世界半径成正比，但球体体积是半径的3次方，所以质量越大，世界半径越大，但体积增长速度比质量快得多，密度自然就降低了。比如一个质量是太阳10亿倍的超大质量黑洞，平均密度可能比地球大气的空气密度还低。理论上，像人类这么大质量的黑洞也存在，但我们、地球甚至太阳都没有足够的引力把自己压缩到10瓦西半径，所以宇宙里几乎看不到这么小的黑洞，只有大质量恒星才能做到。除了恒星坍缩形成的黑洞，理论上宇宙早期还可能形成原始黑洞。宇宙诞生初期物质密度极高，有些区域的物质直接被压缩成黑洞，这类黑洞的质量范围很广，甚至有微型黑洞，但它们太小了，极难探测。至今我们还没有确切观测到原始黑洞的存在。很多人把黑洞当成宇宙吸尘器，觉得它会吞噬周围一切，其实这完全是误解。咱们再回到地球的例子，如果地球变成黑洞，质量不变，月球还是会像原来一样绕着它转，不会被吞噬，因为黑洞的引力和同质量的普通物体没区别。只有当物体靠近到比原来恒星或行星的半径更近的位置时，才会感受到极端引力。换句话说，只要你不闯进黑洞的事件世界范围内，只是在原来的轨道上运行，引力和之前完全一样。黑洞的危险区只在它的近旁，远一点的地方，它和其他天体没什么两样。